新疆的秋天，绚烂、短暂，如同一场金色的梦。当你曾见过它最热烈的模样，那么是否也会想象这片土地归于寂静的瞬间呢？这边的雾凇太美了。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天山国际机场，没错，又来新疆了。然后这一次呢，是准备体验一下新疆的冬天的风情，因为这个新疆的冬天非常的有特色，非常的冷。这次我们打算是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先到吐鲁番，然后吐鲁番坐飞机到阿勒泰。因为直接从乌鲁木齐飞阿勒泰的话，这个机票是比较贵的。但是呢，从吐鲁番飞阿勒泰的话，人民币只要300块钱左右，特别的划算。所以也推荐大家，如果说不想开那么久的车的话，那么可以考虑搭乘飞机直接到阿勒泰去，然后开始北疆的自驾。现在马上上车，要前往吐鲁番。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吐鲁番北站，要去我们今天预定的酒店。哦，这个地方修得跟宫殿似的。还挺好看的。我们的酒店就在那个地方，就宜碧斯上品酒店。这个就是吐鲁番北站的站台，不是，这吐鲁番北站的这个招牌。哇，还挺壮观的，还蛮有特色的。这是我们今天住的房间，还挺不错的。我们现在来到了吐鲁番机场，它这个造型很有当地特色，就当地那个葡萄沟的那个晒房的造型。我们现在马上要登机了，航班就是在前面，成都航空。然后这个飞机好像是中国产的飞机啊，对，这就是中国国产的大飞机。
从吐鲁番飞往阿勒泰的航程不到1个小时。我第一次看到了朝阳从苍茫大地上缓缓升起。而此时，阿勒泰正好迎来了1年当中最冷的时候。现在外面的温度是-34度，明显感觉到特别的冷。哇！现在已经到了阿勒泰机场，这边的气温是-37度，太夸张了。然后刚才在下飞机的时候已经感受到这种连呼吸都冷到不行的感觉啊！这一次真的是一个挺大的考验，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受得了。这个地方有客运，也直接到禾木和喀纳斯和白哈巴。这边的航班也是到很多地方的都有，可以到西安、伊宁，哇，还可以到广州、重庆、杭州，还有成都。所以这个机场虽然小，但是航班去的地方还挺多的。这个是冰雕哎，还做的挺漂亮的。就这个车。哎，你好。哎，好，谢谢。我们现在要打车去阿勒泰的市区。那这个算是这个冬天基本上就是最冷的时候了。如果按照有寒流的话，可以这么说啊。基本上每次寒流来也大概也就是30度到40度之间啊。然后大概持续多长时间呢？1-2天？2-3天。哦，那还行。可能那个喀纳斯那边更冷一些哈，它那边靠山。一般情况下，它的温度会比这边低个7-8度。哦，还低7-8度。那按照这边现在-35，那边得-40多了。对，因为最冷这个记录保持就是在可可托海零下52度。哦，可可托海是最冷的啊。可可托海更冷一些。哦，他们这都是在山里边。零下52度，无法想象啊。冬天到这个地方开车一定要慢一点。是。这个地方暗冰多。哦。这边到5月份才会暖吧？对，4月中旬雪才化完。天哪，就是1年有半年都在下雪。这是我们今天这次旅程要开的车。我们现在已经出发，准备去喀纳斯。然后现在这边外面气温很低，只有零下-30几度，但是呢，天气非常的好，就是阳光明媚的。请在道路尽头右转，进入交通路。右转，进入神福路。冬天的喀纳斯实行联票制，100元的门票包含了禾木、喀纳斯、白哈巴3个景区。其他季节都必须搭乘区间车，而冬季因为区间车停运，所以才能自驾进入。哇，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喀纳斯景区了。这个地方呢，只有冬天可以开车进来，平时的话是不能让自家车进入的，必须要坐景区的这个摆渡车才可以，所以也是一种特别难得的体验。喀纳斯是整个阿勒泰地区，或者说整个新疆最知名的景点。它是新疆的秋日代表，绚烂而短暂。
而喀纳斯的冬天则截然不同，沉寂而漫长。我们看到这边有很多人停在路边，就准备拍一下啊，真的很美。整棵树上面全是雾凇。很神奇的是，即使是零下30度的气温，这里的溪流居然没有结冰。继续前行，喀纳斯的山湾到了。卧龙湾我们并未停留，而是选择了接下来的月亮湾。接下来的神仙湾是喀纳斯的精华所在。秋季因为仙气缭绕般的晨雾而举世闻名，冬天的神仙湾依旧仙气十足。冰封掩盖了细节，让万物的色彩变得暗淡，世界笼罩在一片淡淡的幽蓝色之中。真的现在太冷了，应该有零下接近30度的样子。我们今天晚上要在这边住宿，然后离我们今天订的酒店大概还有几公里的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去酒店了。这是我们今天在喀纳斯住的房间，然后200多块，还不错。这是酒店的窗外的景色。现在太阳刚刚下山，所以那边天还是有一点粉粉的。现在太阳还没出来，那天空已经变成了粉色的，还挺梦幻的。第二天一早，算好时间，正准备出发时，意外发生了。因为极寒的天气，汽车打不着火了。无奈，我只能先让无人机替我看看清晨的美景，然后安心的吃个早餐。哇，终于把火点着了，太冷了。这个是找的酒店的工作人员帮忙，然后用的是专门的这种强制电源才把火给点燃的。所以大家来这边自驾的话，如果有地下停车库或者室内停车库的话，最好选择这样子的酒店，因为在这种零下20-30度的天气，真的非常容易发生点不燃火的这种情况，非常的不方便。我还好运气好，我们居然把火点燃了。那现在就热一下车，然后大概隔个10多20分钟再出发吧。那刚才就是另外那边有一辆车，就是用这种强制电源打火，还是打不燃，所以说没办法，他们只能叫拖车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真的冬天出来自驾实在是太辛苦了。好了。现在车内的温度慢慢开始升高，大概隔个10几20分钟再出发。我们现在准备再去神仙湾看看。那个地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辆车，现在他叫了一个拖车，就是
森林消防救援的车，然后要帮他拖一下。哎，光拖的话，它能打得着火吗？打不着，它只是拖去修吧。不是，有的拖一拖它就打着了。以前经常这么干。反打滑的。现在这个路面是打滑的。对，我们等那个拖车走了之后才能出去，因为它只有一个路口。前往神仙湾时，已经日上三竿。但神奇的是，或许是因为极低气温的关系，雾气不仅没有丝毫散去，而且特别的浓烈。我们刚才去了神仙湾，但是这个雾气夹杂着雪太大了，然后整个就视野特别的差，所以刚才就航拍了一下，然后就准备去下一个地方喀纳斯湖，去看看冬天结冰被白雪覆盖的喀纳斯湖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从这边过去的话是6公里左右，大概11分钟就到了。这一片全部都是松树林，好美啊！我是一只松鼠。前方500米到达目的地。哇，在这个林间穿梭的感觉真的好浪漫呢。已为您推荐目的地停车场，点击前往。现在是到了喀纳斯湖这边。这个地方冬天可以有一些雪地的项目，然后可以骑马，还可以做这种雪地摩托。我们准备走到湖边去，马拉爬犁森林穿越，50-12分钟。你们要偏要直接走了。都被冻成大小眼了，真是太冷了！哇，天哪！哇，感觉走一段路觉得冷到爆啊！哇，都不想往前走了，太冷了！哇，整个感觉鼻腔里面已经开始结霜了，太夸张了！真的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冷的天气这个地方有冰封的玫瑰花哎，哇，第一次见到，不知道这个玫瑰花是真的玫瑰还是假的。这边还有很多，但看质感像是塑料的玫瑰花，不太像真的玫瑰花。这下面就是喀纳斯河，或者应该说是喀纳斯湖啊，下面还挺漂亮的。
这个步道可以走到湖边去，就沿着这个步道下去看看。到湖边去看看。哇哦，这个升腾的雾气太漂亮了。然后石头表面覆盖上了一层圆圆的雪，一下变得好可爱啊！这地方水居然没有结冰呢，哦，好神奇啊！啊，好宁静的感觉。然后水里居然还有鸭子。河滩上的石头在漫长的冬夜里盖上了厚厚的雪帽，这些雪蘑菇安静地守着不动的河流，像是大自然在寒冷中揉出的甜点。但是因为实在太冷，即使是仙境，我也只能仓皇逃走。今天我们会前往中哈边境的小镇白哈巴。一路上处处美景，对我这个南方人而言，虽然也见过雪景，但这样原生态的雪国风光依旧充满了吸引力。这感觉太宁静了，然后这个雪太深了，哇哦，整个已经伸长，已经到了膝盖了，好软呐，好纯净啊！天哪！然后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太蓬松了。5年前的秋天，我曾到过这里，那时这里只是一个鲜有人知、略显无聊的地方。没想到5年之后，这里摇身一变，成为了网红旅行目的地。不仅孤独的树火了，就连与村口的石碑合影都要排队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住的民宿，非常漂亮的小木屋。看看里面的环境怎么样？哦，哇，还挺暖和的里面。这个窗户外面的风景
真的还挺漂亮的，像一幅画一样。啊，这个窗户的这个视野真不错，可以看到有骑马的人。有没有骑马的？哇，这个马好帅哦！帅吗？对，帅不帅啊？帅，非常帅。啊！哇，他冷的都已经脸上都结霜了。有没有骑马的？骑马去空中草原孤独的树。这个骑马多少钱呢一匹马200。200，骑多长时间啊1个多小时。？1个多小时啊，那还挺便宜的。哇，这个睫毛都已经结霜了，好帅啊！这个很帅啊，好帅啊！观正太孤独树的有没有骑马的？太帅了！这可爱的小狗狗，没吃的宝贝儿。这个地方还有咖啡车啊，所以在这样也能喝到新鲜的咖啡啊。这个地方有一个白哈巴村的简介，就是说这个地方是西北第1村，是蒙古族图瓦人的聚集地之一，保存着传统古村落历史风貌和建筑风格。而且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包括喀纳斯也是，就是它的这些指示牌都有中文、英文和韩语，这个很特别，就不知道为什么写的是韩语，难道这边韩国的游客比较多吗？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下面的白哈巴村，拍照还不错，非常宁静祥和的感觉，而且现在也没有那么冷。因为是边境地区，所以无人机是被禁止的，少了上帝视角，但黄昏时分其实只是肉眼所见，依旧有着童话故事的氛围感。现在到新村去看一看，因为这个白哈巴它分为新村和老村，我们昨天是住在老村，然后其实离老村不远有一个新村。穿着东北花棉袄的小狗。新村的地势比老村要高，我们去了新村的观景台。也去看了那棵现在并不孤独的树。早午餐，我们选择一家快餐店。这苹果挺好玩的，跟日本一样是按个数卖的，这一个6块，这个8块，然后这个梨也是2个6元。哇，这个汉堡好大呀！看这汉堡这么大。还是挺好吃的，因为里面有这个辣椒。
味道不错，是甜辣味的。我们点的披萨，刚刚出炉的披萨。刚刚我们点的披萨，辣子鸡披萨。这个是它的辣子鸡披萨。怎么说呢？算挺好吃的。挺特别的一种中西融合的感觉。从白哈巴离开，今天是赶路的一天，我们将前往克拉玛依市。Despite the pain inside, 'cause all that I want is for you to be happy. Give me a chance to show that you can be. Well, open your eyes and you'll see the way I see. 'Cause all that I want is for you to be happy with me. Tears, they say 1,000 words. I've heard them all before. The ones who love the most, my dear. 而在路上，我第一次看到风吹雪的奇观。原来雪不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还会在地上横向流动，如同流水一般。这里要提醒大家，这种天气开车一定要注意，风吹雪容易干扰方向感，道路的边界也不明显。我们在路上就看到2辆车莫名其妙地拐到路边，陷入雪地里无法自拔的情况。Give me a chance to show that you can be. Well, open your eyes and you'll see the way I see. 'Cause all that I want is for you to be happy with me. 'Cause all that I want is for you to be happy. Give me a chance to show that you can be. Well, open your eyes and you'll see the way I see. 'Cause all that I want is for you to be happy with me.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克拉玛依，然后距离我们的酒店还有6.2公里。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克拉玛依住的酒店。天哪，这个也太大了吧！这个房间的尺寸是5星级酒店的尺寸呐。我们去看看这家大盘鸡怎么样。这是我们点的大盘鸡，哇哦！啊，这是我们点的中盘鸡，啊，分量很足啊。只有，好吃，挺够味的。是新疆有名的架子肉，其实就是羊肉串，不过它是用一个铁签，然后这样子挂着，然后放在那个火炉上烤的。
直接烤完了炉子里。放在烤馕的炉子里面烤的。挺好吃的，肉还是挺嫩的。好歹人家也是不熟。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2.3公里。700米处有10平间洞。前方500米向右前方行驶。我们现在在往赛里木湖的入口进发，这个地方有一大片的这个建筑，就是之前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的。哇，现在因为这个湖带动了这个当地这个经济的发展，真的太让人觉得夸张了啊！现在这边什么都有了，已经是颠覆我的想法，还有必胜客，肯德基、必胜客都有了，太夸张了。这边全是酒店，之前来的时候完全不像这样子，也就半年的时间，这边发展成这样了。哇，完全没想到现在赛里木湖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修了一大片的这种商业区，这个大门也不像以前的大门的那个位置了，而是直接还要往下面走2公里才是现在的大门。那我们现在准备直接开到景区里面去看看，因为刚才已经买了票了，可以直接进去。就像见老朋友的心情一样，第6次新疆之行，我第5次来到了赛里木湖。赛里木湖实在太大了，面积458平方公里，周长92公里，即使单纯开车绕湖一圈也需要2个小时。好在景区的门票是48小时有效，也就意味着不仅可以看日落，同样也有机会看日出。景区里面因为冬季多了一些人造景观和设施，比如这个冰瀑，乍看之下还挺震撼的，但是见过了原始的冰川之后，这样的景观对我来说实在提不起兴趣。冬日的夕阳转瞬即逝，因为失误，我们没能在夕阳时分赶到最佳观赏点，于是只能期待着明天的日出。今晚我们将住进一家特别的酒店，这是我们今天晚上在赛里木湖住的酒店，环境还不错。这家酒店用的是飞利浦的暖气片啊，这个温度特别的足，好温暖呢。这个地方还有自助的洗衣房。之所以说特别，是因为这家酒店最近有一名特别的员工，几乎每天晚上10点按时来上班的小家伙，一只可爱的沙狐。哟，可爱的小狐狸。啊，好小一只啊，好可爱。真精神，小家伙，萌萌的。哎呀，外面好冷啊，真不怕冷哎。来，有肉吃哦。哎，你给他画一下，还没吃完，你等一下，还没吃完。又来了，又来了。这个吃不了，吃不了啊，乖乖。马上肉就来了啊！太多人了，是为了，因为有很多的网友抨击我，因为我不是在小红书上发了一个吗？对，他说不能投喂什么的，他不能投喂。对，我听说了，对。
我说的很直白一点，其实客人很多人都会喂它，对，但是他就像很多客人其实心地很善良的，就怕冰天雪，他为什么会来？是因为他真的找不到吃的了，他才来的。他难道不知道我们人类很可怕吗？说的有道理。你想后面冰天雪地，晚上住哪里啊？他晚上住他家，他的家在哪里啊？他的家在后面山上的洞穴里。对，这个就不用操心了。每天晚上有大餐。很多人都说他冷不冷，他不冷，对，他不冷。只要不喂一些有盐的，就是过油的东西。是的，它不会脱毛。是的。因为不让喂，就是害怕大家不知道嘛。对，所以我们就说，还不如有些客人他会问，我也管不着，还不如我来用生肉来喂。对，是的。辉仔是吧？辉仔，喂你能吃的。我们还专门给他买了进口的那个无盐猫粮。那下次再看到它就变好大一只了。它其实已经长大2个多月，已经长大很大一圈了，一点毛发都没有脱，也没有秃。这是。给你带无盐猫粮。下次带鸡肉，带那个就是，不是有那个鸡胸肉嘛？就是冻品的鸡胸肉也行的。乖乖你自己吃吧，太动手了。来，实际上，包括我在内，很多游客其实都是慕名而来看这位网红的。据老板说，这附近有好几只狐狸，晚上他们会出来觅食。这只可能因为年纪小，所以不太怕人，而因为好心的老板每次都会给他爱吃的鸡肉，所以他每天都会来，而且会把吃不完的食物叼走藏起来，非常的聪明。如果大家在旅行的时候看到它们，希望大家都能善待小动物，切勿接触，更不要投喂人类的食物。这里要说一句，除了可以偶遇小狐狸，他家的硬件、服务、餐饮各方面都很赞，强烈推荐。本来以为看到酒店门口的小狐狸已经足够幸运了，但没想到第二天清晨，在前往赛湖的日出观景点时，我们居然又偶遇了一只小狐狸。这只小狐狸是赤狐，也就是狐尼克或者是妲己的原型。小狐狸，乖乖。宝贝儿，你真的要上车吗？不得不说，它的样子真的很魅惑。记得2021年秋天来赛湖时，我拍到了我很喜欢的一张照片。而这一次在日出时分，梦幻的紫粉色氛围下，天鹅依旧是大自然美景中亮丽的模特。刚才拍完天鹅，哇，我们今天运气真的非常的好，在来拍天鹅的路上居然看到了小狐狸，啊，太萌了！真的，这边的温度会比喀纳斯那边高很多，现在是-24度，然后比喀纳斯那边高了有至少15度吧。赛里木湖真的是一个特别值得来的地方，野生动物、湖、山、森林，啊，太棒了！我们等会儿准备去松树头，就是之前去过的，就视野特别好，看湖的视野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在一个山坡上面。这个地方离松树头也只有几公里，非常的近。这个地方叫
克勒永珠，因为说这个地方有不动泉，所以说这个地方会有不少的天鹅在这个地方嬉戏。我以为早上看到的小狐狸已经是今天最大的惊喜了，却没想到居然又远远看到了一只小狐狸。而且我还拍下来了它捕猎的珍贵场景。本来想去松树头看看风景的，结果这方提示说路面结冰，木栈道的登山通道关闭，已经没有办法上去了，就只能在这个小的观景台看看了。这是之前的这个木栈道，夏天的时候就从这个地方往上走的。现在这个地方因为为了安全，所以就关闭了。太可惜了。依依不舍从赛湖离开，对于与他见面太多次的我来说，的确不知道相逢会是何时了。从赛湖出来，路过了果子沟，虽然挨着赛湖，但果子沟属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赛湖属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果子沟则被称为伊犁第一井。
现在已经到了伊宁市。哦，这个真的是大城市啊，还堵车呢。和公交专用道拍照，此处违法人数较多。这是我们今天在伊宁住的酒店，也是住的维也纳。哇，空间好大呀，200多块。哦，这个地方居然是五线谱的装饰，还蛮有趣的。吃完晚餐，路过一家烤馕店，才惊觉原来新疆的馕种类如此之多。强烈推荐辣皮子馕，也就是辣椒做的馕。虽然是辣椒做的，但和前2天吃的汉堡和披萨一样，这种辣椒是甜辣口味，不会太辣。好，是多少钱？6块，3个馕，然后一共14块。啊，这个馕好特别啊！那个辣皮子那个是那种薄的，等我尝尝味道怎么样。这个是辣皮子馕，真的挺好吃的。然后它像酥饼一样，里面有很多层。哇，天气预报说的是小雪，但这个雪还挺大的。我们的车已经变成这样了。今天我们将前往库尔德宁，虽然从昨晚开始下起了雪，但伊犁的温度比阿勒泰高了许多，不会让人觉得太过寒冷。在去库尔德宁之前，我们先要去一个非常小众的地方，位于萨拉村的天鹅湖。哇，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萨拉村，哇，现在还在飘着，应该算是鸭毛小雪，不是鹅毛大雪，没有很大。他们正在往这个天鹅湖的方向走，已经可以看到天鹅了，在前面，就前面的那个水池就在，哇，这边好多麻雀呀！天，好多小麻雀，怪不得刚才听到叽叽喳喳的声音。这个地方，哇，环境真不错。啊，前面看到有一个老法师在拍天鹅。啊，这个天鹅怎么是灰色的？灰天鹅、白天鹅。哦，很多啊。我们到前面去看看啊。哇，这个地方还挺开阔的。这拍天鹅得用长脚。哎，你好，您是很早就来了吗？早上我们早上就在这。早上就在这儿，这边有日出吗？应该没有吧？有啊。这边日出非常漂亮。天哪，那今天出来晚了。今天没有。哦，今天没有是吧？啊，就是平时的日出应该是特别美的。特别。啊。这边的日出漂亮。嗯。日落也漂亮。嗯，可以想象，因为我们刚才来是这样的，太阳在那边。啊。日落到那个对岸的。啊。都特别美。对，而且这个算一个小众一点的景点哈，就比那个天鹅泉要没那么有名。你也可以拍出大众的。对。这个啊，它这扇翅膀太美了，很多美啊，太漂亮了啊！哇，尤其这个太舒展了，这个对，太哇塞了，对，这个太哇塞了，天哪！你看这镜头里能不能看得到？这个太哇塞了，这个就像对，就平时应该看不到这种景儿，太美了，对。只有在这个地方。是的。两只也正在准备着。哦，太棒了！行，那我不耽误您拍了，您好好拍。你可以到那个河坝去看一看。河坝是哪儿啊？在前面。是吧？河它有那个浮冰在游。啊，是吧？去拍那个去。好，太好了。好嘞，行。刚才问了一下那个拍照的大姐，她说继续往前走不远有河谷，然后可以看到流冰，可以开下来，可以看到流冰，所以我们准备去看一下这个流冰是什么样子的。只可惜今天天气欠佳，但成群的赤麻鸭也很壮观。萨拉村的天鹅大约出现在2016年左右，那时它们只是这片静谧湿地上的偶然过客，但因为地下温泉，
也因为村民的玉米粒和爱心，让他们在每个寒冬成群结队，飞越国境，跨越千山万水而来。这不仅仅是大自然的迁徙，更像是这群精灵与萨拉村村民之间的一种无声的默契。我想，这场关于冰雪与生命的重逢，也是一份难得的奇遇吧。哇，现在外面苍茫一片，有好多小牛啊。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在库尔德宁订的民宿，就这个房间。哇哦，这个白雪覆盖真的很有氛围感呢。你看看，哇哦，很大嘛，环境不错，而且屋里非常的暖和。我们在村里闲逛了一圈，小牛，看到一棵孤独的树，这边山上还有一棵孤独的树。屋檐上巨大的冰锥让我觉得很新奇。哇，这个太有意思了！看这个，哇，这个冰柱居然是这种形状的，还不一定是直的，也可以打弯的。这个冰柱太漂亮了，这个太夸张了，这个应该就是昨天下雪冻住的。看看啊，我去！天哪，这我不敢弄，感觉好危险呐！再来一下，哇！天哪，这个有点像打棒球的这种。库尔德宁是半年前的新疆之行我很喜欢的地方，有一种纯粹而宁静的美。这里有着全亚洲最完整、最壮观的原始雪岭云杉林，蜿蜒的库尔德宁河，起伏的草原，与云海相连的墨绿色森林和远处巍巍的雪山，是库尔德宁的典型风光。而冬季，当白雪覆盖了整个世界，千万棵雪岭云杉显得更加的挺拔，如同千百年来屹立的巨人一般。
上次来库尔德宁只是匆匆一瞥，这一次我专门留了1天的时间在这里。在山顶有一个博瑞营地，冬天这里的房价要人民币2000块，而且一房难求。这边真的风景很美啊！往左边看一下，慢慢走过来，走一下。对，这个有旅拍的。看一下，往右边看一下，右边。哇，对面就是雪山，太美了。这个风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真的，你看，特别是那边的些房子，就跟童话中的小木屋一样，远山、森林、小木屋，太美了。人民币2000块钱的价格，在这个地方来说的话，算是有点小贵了。但是我觉得，就冲着这个环境，还是物有所值的。冬天在新疆，骑马是很多景区都有的项目，而我将人生第一次骑马体验留在了库尔德宁。看一下啊，这个地方有一个马队的骑行线路。这是齐孟德点位，往返1小时。往返1小时，齐孟德观景台。哎，从这个齐孟德点位到齐孟德观景台，往返2小时。哎，这是一个，那就是这条线路吧。我们现在准备骑马去齐孟德观景台，如果是往返的话是2个小时，但是因为那边风景很漂亮，所以打算先骑马上去，然后再走下来，所以就定了1个小时，120块。马来了，哎呦，有点害怕。开始录像。自拍杆。对。哎。好，谢谢。坐稳了啊，坐正。好，我们现在准备骑马上山，去齐孟德观景台。哇，第一次骑马，第一次骑马，这个感觉还挺特别的。哇，可想而知，策马奔腾的感觉得多爽！师傅，这边春天几月份来啊？春天4月份就雪慢慢要融化。4月份吗？啊，雪慢慢都从地下往上滑。哦。到6月20号的时候，啊，5月份5月10号的时候，这里没有雪了，哦，全是绿的草和花。啊，很漂亮。5月份的时候。然后，雪山上面还有雪。啊。雪山的雪7月份化的。哇，雪山上去要7月份才化。最高点嘛那。啊。不过这里的景色5月份特别美。啊，5月份特别美啊。因为上面有雪山。啊。底下绿草。啊。各种各样的。还有花。啊。这里最冷多少度啊？哎，今年不冷。今年不冷哦。今年天气不冷。今年不冷啊。特别暖和，特别暖和啊。阿勒泰那边很冷。对，因为今年我们冷。啊。冷的时候啊，27、30度左右。哇。25到26的。啊。不过这个山里面是暖和的。啊，山里面比外面还暖和。啊，对。那必须的，山里面是暖和的啊。我们的马都在外面，就这样子地方停了。哦，他们也不怕冷，不怕冷。要是地下的话，我们必须把它拉到马圈里面走。是的。现在就外面直接温度就行了。啊。
那也很好。因为不冷。对。这个马是母马还是公马？所有的马都是公马。哦，所有马是公马。这里上班所有的马是公马。上班的马都是公马。我们这的马，一年12月份要12个月啊，一直在上班，有时候都休息1-2个月，别的时候都在上班啊。母马的话受不了，母马受不了，工作强度太大了。对啊。再说一个母马有的话，这些公马就完成了，真的。是的，只要有母马在，这公马都不安心上班了。对，没有心思上班了。还有一个，这些马都是翘吊的马啊，翘吊的知道不知道？翘脚啊？翘吊的。翘吊什么意思？哎呀，太监。太监哦，阉掉的马。以前那个阉掉的马。以前那个皇上有时代那时候那个太监过公公啊，公公，对，哦，是为了避免他们发情，是不是？对。要是这些马不阉掉的话啊，他很狂，都跑过去帮他打下去啊，抢那个母马，所以要把它阉掉。对，阉掉之后它就变平和了。对，一般3岁到4岁中间把它阉掉。啊，3岁到4岁把它阉。像这个马的话，2年前阉掉的。啊，2年前阉掉的啊。阉掉之后，它就脾气没有那么暴躁了。对，脾气不暴躁了。哎，就温柔了。安静了，就专心上班了。阉掉的话，马我们说啊，就是阉掉的啊。阿一个了，那是没阉掉的。没阉掉的啊。知道了吗？阿一个就是公马阿一个，就是阉掉的啊，阉掉的。光背骑马知道吧？光背知道，就不要马鞍。是没有。哇。就是2岁的、3岁的小马骑不是啊，马鞍子没有以后摔下来啊，也什么东西不管，直接摔到地下。起来之后爬起来又骑啊，又骑上。就这样。现在的小孩子还骑马？也骑的，也是几岁就开始骑？不一样，有些小孩嘛爱骑马，有些不爱骑。我家的儿子不爱骑啊，不爱骑。他不过喜欢马啊，喜欢马，只是不喜欢骑啊。他每一次放学回来的时候啊，他上的是5年级嘛啊，他一回来啊，手一看他有2个小马驹啊，他说爸爸我的小马驹有吗？有，他过去去看一眼再回来啊，他喜欢马，不喜欢骑马，不过啊不喜欢骑，害怕，胆小啊，胆小啊，哎，可能以后怎么讲？以后没事，再过1-2年以后就没事了，就没事就可以骑了，对。再说一个，我也没时间。对，你没有时间教他。没教他。对，真正的有时间的话，就10天都教会了。啊，对，10天就教会了。他要是一个骑完回来以后，第2天开始他就不等了。对，真骑马。是的。在城市里面的男孩子骑马的很少，因为他们那儿没有马。没有马，对。我们哈萨克人也是一样啊。他去城市里面了就不骑马。远房子亲戚房子来的时候骑上一点。对。我们这个山里面的每家都有马。都有马。现在还有一个这个马比赛呀、雕羊比赛呀、雕羊呀。雕羊啊。这些活动都开展了啊。这些活动特别多，所以嘛，每个家都有马啊。条件好的有血统的马，条件不太好的有这样子，就是本地马本地马。好的，我们已经到达终点了，奇梦德观景台往前走就是了。我今天走的有点快了。没事，挺好的，谢谢你。因为你一个人嘛，所以我走得快一点。谢谢你，没关系的，挺好的。抓这儿？抓这里是吧？跨过来，我接你。跨。好，谢谢。不好意思，没事。还在录呢吗？对，我东西有点多。我们已经下来了，辛苦了。哇，好帅！我也不抽烟，谢谢。这个马好帅呀！师傅要骑着马下山了。那你玩的愉快啊！哎，好的，谢谢。好，谢谢，再见。
拜拜。刚才骑马下来了，已经现在已经12点半了。刚那师傅真的挺不错的，跟他聊了一会儿，了解了一下这边的生活情况，了解这边哈萨克族人民的生活情况。这边真的很美骑马的体验真的好棒啊！刚才那个师傅特别帅气的策马奔腾远去的背影，简直太帅了！所以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体验一下这边骑马的感觉。然后夏天的话，刚才那师傅说更便宜，80块钱。然后冬天的话，因为马的饲料比较贵，然后需要从外面运过来，然后它的成本就会高很多。他就说这边的一匹马一天光伙食费就要60块钱，所以相对来说，在冬天骑马的成本就会更高一些。真的是太有意思了。我们现在到奇蒙德观景台去看一下。奇蒙德观景台就在上面，那个位置。来看一下人间仙境。整个世界都好安静，好纯净啊！太壮观了。之前夏天来的时候，只走了可能1/3吧，就没有上到这个观景台来。然后这一次骑马上来的，真的太值得了。而且冬天应该会比夏天更漂亮。夏天是草原的景色，那么冬天是白雪和森林的景色，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徒步下山，用另一种视角再次欣赏沿途的美景。宁静傍晚，终于在不舍中离开了库尔德宁。从库尔德宁到伊宁，我们的新疆之旅即将结束。
们现在在伊林机场，这次北疆之旅正式结束。第6次的新疆之行虽然是故地重游，却有着全新的感受，而我又对这片广阔的土地探索多了一些。我以为我足够了解，但实际上它远比我想象中更加的神秘。我依然像初见时那样，怀着兴奋与好奇，不断地去拼凑出一个更加立体、具象的新疆。